科学家在太空中找到一具奇怪的女尸，时隔1000年依然栩如生。在航天中心值班的保安被她的美貌深深吸引，竟然鬼使神差地走过去，并伸出了咸猪手。就在这时，女人的眼睛突然睁开，并从床上弹了起来。看着如此精致的五官，如此完美的身段，保安小哥心跳几乎要在那一刻停止。只见女人温柔地摘下他的头罩，深情地吻了上去。这是一部1985年上映的 B 级恐怖片，导演正是号称恐怖片鬼才的托比·霍珀。德州电锯杀人狂就是他的成名作。一艘名为丘吉尔号的太空飞船正在慢慢飞进著名的哈雷彗星，船员突然收到了一组来自哈雷彗星的奇怪雷达信号。惊奇的是，那个飞船身处在哈雷彗星的内核里，长度竟然达到了150英里，就连高度也有近2公里。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不在飞行计划里面，但是哈雷彗星每隔76年才能靠近太阳一次。汤姆不想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果断下令关闭发动机，让飞船一路滑行。他带领3名船员穿上太空飞行服，向那艘神秘的巨大飞船进发。飞船的外壳上布满了伤痕，破败不堪，显然已经在这里漂浮了很长时间。穿过一个类似巨大动脉血管的通道，眼前的景象让船员们不寒而栗。数以千计的蝙蝠状外星生物密密麻麻地漂浮在飞船内部，却都一动不动。胆大的汤姆忍不住伸手摘下了其中一只生物的翅膀，发现它已经完全脱水，于是汤姆决定用一张网套住一个外星生物，带回丘吉尔号研究。但就在这时，丘吉尔号上的船员们突然惊呼起来，那艘巨大的外星飞船正在舒展开某种设备，就像一把无比巨大的伞遮天蔽日，大到无法形容。猛然炸裂开来的光亮引诱着成员们前行。而隐匿于飞船深处的，竟是不计其数的棺材样式的盒子，顶部正中倒挂着几根巨大的水晶状物体。飞近一看，汤姆不禁倒吸一口冷气。那些水晶盒子里是中空的，装着3个人形生物，2男1女，身上一丝不挂。特别是那个女性生物，足以让人目瞪口呆的貌美容颜，美貌带来的冲击让一向沉着稳重的汤姆也不免恍惚。看上去不省人事的2男1女，似乎只是在棺中沉睡。过于生机勃勃的躯体与其他棺中的干尸对比强烈。为了探索其中隐秘，汤姆决定将3人及其中1具干尸带回军舰。时间一晃来到了30天后，丘吉尔号太空飞船逐渐飞进地球。然而对于地球伦敦宇航总部的呼叫，飞船却一直保持无线电静默。自从它离开哈雷彗星后，就仿佛消失了一般。美国上校下令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点火起飞，前去迎接丘吉尔号。行程很顺利，2艘飞船一次性对接成功，3名宇航员通过对接口进入了丘吉尔号内部。飞船内部一片漆黑，但船身却完好无损，不过里面似乎有着过火的迹象，船员都变成干尸，船长不知所踪，但逃生舱有被使用的痕迹。在拿到了飞船的飞行日志后，他们最终在一个舱室里找到了那3具外星生物，看上去都还完好无损。不久之后，宇航总部里的科学家们正为了如何打开女性的水晶棺材而争论不已。经过仔细检查和化验，他们发现棺材的外壳既不是水晶，也不是金属，更不像是有机物质。实验室里，独自一个人看守外星女性的保安大眼哥，内心仿佛受到了某种召唤，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脱离了水晶棺的女人就这样一动不动地仰躺在眼前，即便看上去无声无息，不知是否仍旧存活。浓密蓬松的长发，吹弹可破的肌肤，沉鱼落雁的惊世容颜，也仍旧能让负责看守的大眼哥小鹿乱撞。美丽的人事物总会充满了魅力，只要将覆盖其上的薄布轻轻掀起，那么女孩隐于其下的身体就可以被大眼哥一览无余。突然张开的双眼让意图不轨的男人魂飞魄散，璀璨夺目的双眸让女孩的美貌更上一层楼，凹凸有致的身体毫不避讳地展露。不及防的画面让大眼哥不自觉后退，可身体暴露在空气之中的女孩却是毫无羞怯之意的缓缓跃下了实验床，大喇喇地与大眼哥四目相对，
本想窥视的身体而今再无遮掩，女人的毫不在意，反而让大眼哥畏手畏脚了起来。女人轻轻地摘下了他的头罩，没有废话，直接就亲了上去。瞬间天旋地转，屋里蓝光四射。等到从监视器上看到这一幕的上校跑进实验室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大眼哥竟然活生生地被吸成了一具干尸，就如同外星飞船里那些蝙蝠型外星人一般。而外星女人却没有走，第一次开口说话了。Use my body。上校也感觉身体变得不受控制了，任由女子的嘴唇贴了上来。等到英国博士赶到实验室时，女子已经不见了踪影。还好上校并未被吸成干尸，只是状态有点晕晕乎乎的。博士随即下令封锁宇航基地。传呼中传来外星女附身，并不着已无四处游走的消息。两名守卫不以为意，可那自上而下缓缓出现在眼前的身影，却终是让笑意还未自嘴角散去的两人呆若木鸡。三名守卫齐聚一堂，可这位如小白花般需要呵护的绝代佳人，却是拥有着令人无法抵御的威力。终于意识到危险的守卫们想要将女孩抓捕，但还不等近身，而与女孩一同被带回到地球的两名男性外星人，仿佛就像受到了某种召唤一般，从里面走了出来。两个保安端起冲锋枪对着他们就是一通扫射，保安接着扔出了2颗手榴弹。I would like to examine the guard. Have they started the autopsy on the guard yet? I believe so, sir. 而那个外星女子此时已经离开了宇航基地，不知去向。她留下的谜团和恐惧，如同阴影一般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人们开始怀疑，这场太空之旅是否真的值得？而那些外星生物究竟是何方神圣？他们来到地球的目的又是什么？这一切都将成为未来科学家们需要解答的难题。在另一个实验室里，3个医生正准备对大眼哥的干尸进行解剖。此时距他被外星女子吸干正好是2个小时了。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大眼哥的尸体竟然开始发生了变化。众人心头一震，这东西竟然还能传染。就在这时，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破门而入，将大眼哥牢牢制服，接着他便如死尸般被拖走，关进了隔离室。与此同时，上校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报告称海德公园里发现了一具干尸。据目击者描述，那很可能是之前提到的那位外星女所为。2个小时转瞬即逝。Something I want you to see, sir. You're just in time. It's exactly 2 hours. 隔离室内，大眼哥因无法再次汲取人类的能量而变得狂暴，他疯狂地撞击着墙壁，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最终他再次发生了转变。而隔壁的医生也在一次猛烈的撞击后化为了齑粉。公园里带回的干尸女子同样在无法继续汲取能量后消散得无影无踪，这似乎预示着这些僵尸般的存在在耗尽目标生命后终将归于虚无。上校这边刚刚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丘吉尔号的逃生舱已经返回地球，落在了美国。而船长汤姆竟然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Colonel Carlson, they're expecting you, sir. I thought you were dead. Bukowski. Take a seat, won't you? I'm sorry to drag you over here like this, Tom. 在得知地球上发生的一切后，汤姆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在丘吉尔号返回地球的途中，船员们开始一个接一个的离奇死亡，他们的死状与地球上的受害者如出一辙，都是被耗尽了生命，最终只剩下汤姆一人。在接近地球轨道时，为了保护地球免受外星生物的侵害，汤姆毅然决然地打开了氧气阀门，一把火烧毁了存放外星生物的舱室，然后驾驶逃生舱返回了地球。然而自从回到地球后，汤姆便噩梦连连，他再次梦到了那位外星女，心中的欲望如同野火燎原，让他无法自拔地与她缠绵。在梦中，他仿佛找到了自己缺失的那一部分，终于从噩梦中醒来，
却已是大汗淋漓，形如槁木。第二天，博士对汤姆进行了催眠治疗，在催眠的过程中，汤姆仿佛与那位外星女产生了某种心灵感应，他感觉到外星女现在在地球的某个地方，但却是另一个女子的身体。显然，他正在寻找下一个目标，一个强壮且健康的男人。他如愿以偿地搭上了一辆白色的沃尔沃。就在这时，汤姆从催眠中尖叫着醒来。在 NASA 的监控室里，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在24万公里之外，那艘外星飞船正朝着地球疾驰而来。从速度上看，不到24小时就能到达地球轨道。汤姆和上校通过催眠中看到的车牌号找到了那位女子，但令人惊奇的是，外星女显然已经离开了她的身体。此时，汤姆已经拥有了一种通灵的能力，通过与她的双唇接触，他得知了外星女现在所占据的身体的模样。Well, I've got a physical description. If I described one of the inmates to you, could you identify him? Possibly. 在精神病院长 X 教授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那个男人，一个被关押在单独牢房里的大胖子。然而，就在医生准备给大胖子做催眠治疗时，怪事发生了，汤姆竟然一把抱住了 X 教授。原来他才是那个被外星女侵入过身体的男人。 How the devil did you know it was him? In the nurse's quarters, he touched me on the shoulder. Let's get him on the table. 汤姆给 X 教授注射了一针镇定剂后，在身体里的外星女终于开口了。Carson, be with me.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I love you. 此时的 X 教授忽隐忽现的幻化成为了外星女的模样，他们的对话让在场的人都是瞠目结舌。 As you and your men have approached in your ship, we changed them. I found there, in your deepest thoughts, your deepest. 汤姆彻底发狂了，他狠狠地扇了 X 教授一个耳光，逼他说出外星女的下落。最后，汤姆竟然不由自主地亲了上去，屋里顿时狂风大作，内务部长被震断了脖子，惨死当场。就在外星女快要逃离时，上校及时赶到，2针镇定剂下去 ，X 教授才逐渐平静了下来。在宇航基地的博士打来了电话，他发现了另外2个男性外星人的踪迹，并已经杀死了其中的一个。 他用的方法很古老，一把含铅的铁剑，但不是刺向心脏，而是直接刺中他们心脏下面2英寸的地方，穿过他们的能量中心。博士预测，传说中的吸血鬼很可能就是这些外星人，他们很早以前就曾造访过地球。突然，惊恐的一幕再次上演 ：X 教授和内务大臣的嘴巴里源源不断地喷出了鲜血，这些鲜血在空中交融在一起，逐渐变成了那位外星女。女人突然散开，再次化为了一滩血水。此时，精神快要崩溃的汤姆终于扛不住了，他道出了实情。 在丘吉尔号上面，正是他破坏了设备和飞行记录的磁带，因为他感受到了外星女的召唤，那股强大的力量使他坠入了爱河。于是他打开了水晶盒子，第一次唤醒了他，并互相给予了对方一些能量。外星女并不想杀死汤姆，她选择了他。接下来发生的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汤姆突然惊醒，意识到外星人是要毁掉整个世界。此时，从广播里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整个伦敦市区都在燃烧，到处都是爆炸和大火，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正席卷着这座城市。城市中的秩序已然瓦解，陷入了一片混乱的深渊。人与人之间竟出现了互相吸食的恐怖场景，受感染的人数以惊人的几何级数激增，仿佛是一场无法遏制的瘟疫。就连英国总理也未能幸免于难，被这股黑暗的力量所吞噬。2名已被感染的士兵攀上了直升机的起落架，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上校果断出手，迅速解决了1名士兵，而剩下的那1名，他只能利用飞机上唯一的武器——一把信号枪，将其击毙。伴随着惊心动魄的瞬间，直升机终于在有惊无险中降落在了伦敦市郊的北约基地。然而，此时的伦敦已经被军队重重包围，宛如一座孤岛。空军已经接到了最高指令。核武器即将在3个小时内被投放，而在地球同步轨道上，一艘庞大的章鱼状外星飞船正静静地悬停在伦敦的上空。它伸出一束蓝光，与伦敦的某处紧密相连，在汲取着地球上最为珍贵的生命能量。汤姆感受到这股生命能量正源源不断地被吸入太空船中，地球的生命之火正在熄灭。为了拯救这个危在旦夕的地球，
汤姆决定挺身而出，不顾一切地去阻止那2名外星人。如果成功，或许就能避免伦敦的毁灭。在感受到外星女的召唤后，他毫不犹豫地抢了一辆车，向着伦敦疾驰而去。当他踏入这座城市时，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满目疮痍的景象。突然，一大群被感染的人如潮水般涌来，汤姆拼尽全力，才从他们的包围中挣脱出来。他发现那束蓝光的源头正是伦敦的大教堂。汤姆踏着满地的死尸走进了大教堂，随后赶来的上校发现余杭基地的博士也已经被感染。Falada, Kane. I'm glad to see you alive. You're looking for Carlson. Has he been here? No, perhaps he misled you. Telepathy that occurs between the vampires and their victims. Carlson knows. Where, Falada? She's in the cathedral. 在忍痛送出1颗子弹后，上校拔出了那把古老的含铅铁剑，前去与汤姆会合。整个城市已经彻底沦陷，街上的感染者如疯了一般的涌来，上校只能边跑边躲。此时，外星人似乎加快了吸收能量的速度，大片大片的人群在瞬间被吸干了生命能量。这些能量被汇总到了那束蓝色光柱中。在大教堂的地下室里，汤姆找到了躺在石板上的外星女，她在那巨大的光线中优雅地站了起来，召唤着汤姆前来。Come, be with me. I need you. Come with me, Carlson. 汤姆身不由己地走了过去，仿佛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所牵引。上校来到了大教堂的门口，眼前是一片尸横遍野的惨状，而那个外星男人正在疯狂地收集着汇总而来的能量。上校怒不可遏，风一般地冲上去，将那把铁剑插进了外星小弟的胸口，顿时光线由蓝转红。突然一声巨响，他的身体爆炸了，彻底消灭了他，他化成了一片尘埃。上校拔出了铁剑，闯进了大教堂，里面的情景让他不寒而栗。汤姆已经完全沉浸在了那种神秘的力量中，无法自拔。在上校阵阵的呼喊声中，汤姆泯灭的人性逐渐恢复了一些。他努力地伸出一只手，接住了上校扔下来的铁剑，一把刺进了外星女的后背，连同自己也穿在了一起。红光四溅中，伴随着一声巨响，汤姆和外星女一起被吸进了太空船里。飞船逐渐远去，迅速划过月球的轨道，消失在了茫茫的太空当中。城市中的一切仿佛都归于了平静与沉寂。